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梦星云。这期讲3个东西，一个是清理一下微信。微信是一个非常吃硬盘的东西，最好是要定时清理。清理好的话，有的能释放几个 G 的吧，厉害的能释放几十个 G。然后讲一下这个 Arkane 做 VPS， 然后讲一下 Rust Desk 做远程的桌面协助，也就是远程协助或者远程控制，这样可以远程协助共同解决问题。我们逐个看一下清理微信。首先进到微信里面，点我，在我里面点设置，也就是这个选项。进到设置以后，点通用，也就是 General 这个选项。在 General 底下找到 Photo, Videos, Files and Calls， 这个就是大量存储了图片和视频的地方。点进去以后，前3个选项全部关掉，关掉了按钮状态就是这样，没有关掉按钮状态就是这样。关掉这个就不会再自动下载图片、视频、文件。如果在和对方聊天的过程中有发送大量的图片、视频和文件，你想看的就点一下下载来看，你不想看的它就不会再自动下载，这就是关掉它的作用。这2个是防止自动把图片和视频保存到你本地相册的，关掉它们，这样图片和视频就不会自动保存到你本地相册了。这3个都关掉以后，返回上一集，再次到 General 这里，也就是通用的选项卡，打开这个选项，也就是 Storage 的选项，也就是存储选项。进到硬盘存储选项以后，在 Cache 也就是缓存里面点一下 Clear 这个按钮，清除一下缓存。这个是一段时间都要清除一下的，不然它都会一直存在，清除一下就好。但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下一个聊天历史啊。在这个选项卡底下点一下 Manager， 然后它就会弹出这样2个选项。第一个是按文件大小排序，如果你选了第一个，就会按文件大小排序，然后你选中那些不需要的删掉。如果选了第2个，它就会按照和谁聊天产生的文件大小排序，然后你去选择，然后删掉。建议选第一个，因为这样看上去比较清楚，哪一些文件是你不要的，你就选了就删掉就好了。如果这些都做完，一般情况下少的话清除几个 G， 厉害的话能清除掉几十个 G。现在看一下 Arkane 做 VPS， 首先看一下它的价格，它是有免费档的，不过免费档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苛刻，一个月只有50个积分，也就是50个 credits， 可以有2个容器，流量是10个 G。 如果要说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但是用的很不爽，做个备选项可以，真的拿来用是不行的。不过它毕竟免费嘛，拿来玩一玩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点这个回到首页，点这个免费开始，它是需要一个账号的，有邮箱就行，邮箱要能接收验证码。如果用谷歌 GitHub 或者是苹果账号也都可以登录，不过我想使用的是免费的临时邮箱，试验一下。比如说这样一个临时邮箱，复制到剪贴板，在 Arkane 选择继续发送邮件，粘贴邮箱，点验证，看来不能用临时邮箱，删除刚才的临时邮箱，给一个自定义域名的邮箱，点验证。好的，自定义域名邮箱似乎可以，已经发送了。点击这一封邮件，复制验证码，粘贴到这里，给一下密码，重复一下密码，点下一步。这里开始填一些个人信息，基本就是看心情。给一个用户名，什么职业是可选的，那我们就不选了。这2个是必须勾的，点32，这样就开始创建了。创建好了以后是直接进入到了 Dashboard 的页面，这里有一个 Daily Check-in， 点一下。每天在这里点一下 Daily Check-in 可以增加1点 credit 啊，也就是它会给1点免费的积分。点一下 Daily Check-in and Receive Credit 这个按钮，原来是50，我们看一下它会给几个，好像是 Check-in 成功了，点 Click Again to Back， 它会给5个积分啊，原来是50，现在变成55了。当然聊胜于无嘛，聊胜于无的意思就是比没有稍微好点，
然后点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像，然后点一下 Billing 按钮，在 Billing 按钮里面就可以看见目前有55个积分，用的是免费的计划。点 Home 按钮，这样就再次回到了 Dashboard 的界面。现在点一下 New Container 按钮来创建一个新的容器。如果想用 GPU 的，必须成为付费的用户，免费的没有提供 GPU。点一下 New Container 的按钮，准备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容器，也就是 VPS。它这里可以提供一些模板，比如说 Python 啊、Node.js 啊、Java、React 或者 Go， 这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啊。如果你只是做 VPS， 而且你的目的也很明确的话，这个选一个 Blank 也可以啊。主要是需要它的操作系统是无版图，也只有无版图可以选。给一个项目的名字，这个项目的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接下来这个是选资源啊，半个 CPU 和1 G 的内存就会需要 1.96 个 credit 一个小时，也就是2 credit 1小时。是最低的配置，最高配置是8核8 G 啊，但是这个要 27.2 个积分每小时，目前只有55个积分。如果用最高配的话，只能免费用2小时。做例子的话，选一个小的吧，选这个 small， 点一下，记得每天签到会给额外的积分，当然这个可以用了，但肯定是用的不爽的。默认的存储空间呢是5个 GB， 如果你想有额外的存储空间，就需要成为付费的用户。这个打开看一下是什么，这是一些额外的 package， 如果有需要可以打勾去安装一下，如果没有必要就关掉。点击创建，稍等一下，正在创建中。VPS 生成好以后就长这样，点一下这个齿轮的按钮，可以查看详细的信息，它的基本信息就列在这里了。不能通过 SSH 从本地访问，如果想使用 SSH 的本地访问的功能，就需要成为付费的用户，那基本就是没有什么用。回头点一下 Run 这个按钮，我们把它启动起来，稍等一下，正在启动。加载好以后，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非常像 Visual Studio Code 的界面。这边拉一点，它是提供了 AI 问答的。但是免费用户一共就只能问3条，当然了，这个不是重点。我们看一下它支持的 AI 的模型，还挺多，也蛮新的。当然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开始搭建 VPS， 这个就是它的终端了。如果需要保活，可以安装一个自动刷新的插件，让它每10分钟或者每15分钟刷新一下页面。当然你也可以装 Docker 版的 Firefox， 但是你也看到了它的 plan 给的是相当苛刻的，只能做备用选项来用。输入下 ID， 我们看到 root 就是根权限了，它是开放了根权限给用户的。看一下能不能使用 Docker， 是 Linux 的，这个我们之前就知道。内核版本 5.10 高于 3.10， 64位的系统，理论上说这个东西支持 Docker。用这个命令看一下系统的配置信息，之前选的是2核，但是在这里显示是8核，内存是2个 G， 无版图的，文件系统看上去也挺正常。我们准备用一下这位大神的 GitHub 仓库，用来做 VPS， 下拉，选这个命令也可以，选这个命令也可以，看自己喜好了，选一个你喜欢的。点一下复制，保存到一个你方便使用的地方。登录你的 Cloudflare 的账号，选定并复制一个已经托管好的域名，临时保存一下。点零相信，在网络底下选择连接器，点击创建隧道，用这个 Cloudflare 推荐的，点选择 Cloudflare 的，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注意避开敏感词，点保存隧道。这里有3个命令，随便复制一个，因为我们要的只是后面这个 token， 复制一下，粘贴过来，剪切这个 token， 把 token 粘贴到这里，多余的部分就不要了。点下一步，给一个子域名，这个子域名是可以自定义的，
选择刚才你已经选定的、已经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域名，类型 HTTP， 复制这一段，粘贴到这里，端口改一个你喜欢的端口，2万到6万都是安全的。复制一下这个端口号，粘贴到这里，复制一下这个域名，粘贴到这里，点完成设置。刚开始隧道的状态是停用的，也就是灰标，连接上以后就会变成绿标。复制这个命令，回到 Arcane， 清理一下，粘贴刚才这个命令，按回车，看上去是跑起来了。复制这一段命令，准备查看一下结果，清理一下，粘贴刚才复制的那个命令，按回车，这个就是结果了。全部复制一下，复制它们到这里来，点一下分组，点一下分组设置，点添加，给一个名字，要不要自动更新都可以，满设一个1440，也就是1天，点同意，关掉，选择新的分组，粘贴，全选，测速一下，结果就是这样，不是特别理想，只能说可能能用。Arcane 这个免费的 VPS 就讲好了，资源比较紧，效果也比较一般，自己玩一下可以，真的拿来用恐怕是不行。原因也很简单 ，Arcane 这个很快就死了，不像是保活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方法要更新，但是总的来讲不太好用，有容器但不太好用。受制于时间，我们讲下一个，就是这个 Rust Desk 远程协助。因为有小伙伴问，所以就讲一下，它是开源免费的，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隐私保护也做得很好，它的星星也很多的，而且几乎支持所有的系统。首先要下载安装，它是有免费版的，当然也有更强大的付费版，可以在它的官网这里查询一下它的价格。这个就是它的免费版了，安装也很容易，点一下 Release 下面的这个版本号，找一下对应的系统，选好系统以后就点击下载对应的版本，下载好以后就是要安装了，安装也很容易，这里是以 Mac 为例，这样拖进来就好了，关掉，打开 Rust Desk， 初步打开就是长这样。启动之后，因为它是远程协助嘛，不仅你可以远程协助别人，别人也可以远程协助你。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同意这个录屏的功能，点 Open， 把这个打开，点击同意，点关闭并重新开启，然后会看到这个 Accessibility 的设置。如果你确定来帮助你的不是一个残疾人的话，这个设置就可以不管它。然后点这个设置，在语言这里向下拉。选简体中文，你可以选你习惯的语言，点这个按钮可以停止或开启 Rust Desk 的服务，看一下安全。一般情况下权限使用默认的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设置，就点一下这个按钮。在 Mac 上会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解锁这个按钮。解锁以后，你可以设置完全访问，或者是仅共享屏幕。正常情况下就用默认的这个就可以了。密码这一块。选择使用固定的密码，这样方便别人来访问。这里这几个是密码的要求。拿到底会看见更多的安全选项，看一下网络。如果你有服务器，你想把你的 Rust Desk 放到你的服务器上，就可以点一下这个解锁网络的设置，也可以使用代理。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专门讲一下的设置了。设置好了就返回主页。然后就是等待对方也要安装并设置好他的 Rust Desk， 己方的 ID 是这个，我们只需要等待对方提供 ID， 点链接，然后输入对方的密码，就可以登录对方的电脑进行远程连接了。连接上了以后，就像是远程桌面一样，你可以操作对方的电脑进行联机协作。这个是有免费版的，功能也很强大，而且隐私做得不错。在小公司里面可以代替那些昂贵的远程协助的软件。这期讲了3个，一个是给微信做一个清洁，这样可以给你的手机或电脑腾出一些空间。第二个是 Arcane 的这一个 VPS， 有容器但不太好用。第3个讲的是 Rust Desk，
这个远程协作软件，免费好用，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